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唐的餐桌。如果现在给你一张穿越王朝的单程票，让你去古代体验一次极致的繁华，我想很多人的首选一定会是大唐。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颗极为璀璨的明珠，万邦来朝，气象万千。长安城的西市里有波斯的商人，平康坊里有绝美的胡旋舞，李白在酒肆里醉酒斗酒诗百篇。说到这里，既然穿越到了大唐，我们总得坐下来吃顿饭吧。很多人可能会兴奋地搓搓手，想着在东亚最繁华的都城，总得点一盘红烧肉，或者来一份糖醋排骨，蒜泥白肉解解馋。但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大唐的高档酒楼里点这些菜，店小二大概率会用一种非常不可思议，甚至带着几分鄙夷的眼神看着你。因为在唐朝的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看来，猪肉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东西，准确地说，不是给体面人吃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就来翻开大唐的菜单，聊一聊这段关于阶级、权力与饮食的历史。大唐的餐桌上，为什么人们如此鄙视吃猪肉，却又把羊肉吃出了花？我们要解开大唐鄙视猪肉的谜团，就得先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肉食等级制度。饮食在古代从来就不仅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，它是礼制的一部分，是身份和阶级的象征。早在先秦时期，《礼记》里就有着明确的规定：天子食太牢，诸侯食牛，大夫食豕，士食鱼雉，庶人食菜。太牢就是牛羊猪三牲全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牛是最高级的，其次是羊，再其次才是猪。到了唐代，这种饮食上的阶级分化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因为唐朝特殊的政治格局和文化背景，走向了一个极端的两极分化。羊肉登上了权力和品味的巅峰，而猪肉则彻底沦为了底层社会的代名词。为什么唐朝的贵族那么看不上猪肉呢？这就得从猪的养殖方式说起。在唐代的农业社会结构里，猪是一种极其容易饲养的家畜，因为它们不挑食。但是在古代，甚至直到近代的一些农村地区，猪圈往往是和人的茅厕连在一起的。古代有一个字叫混，这个字在很多时候既指厕所，也指猪圈。古人养猪，很多时候是用人类的排泄物或者生活泔水来喂养的。你想象一下，唐朝的那些王公贵族、士大夫们，他们平时读的是圣贤书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用的是西域进贡的香料。你让他们去吃一种每天在肮脏泥潭和粪坑里打滚，吃着秽物长大的动物，这在心理上是极难接受的。猪的这种生存环境，天然地给猪肉打上了一个肮脏、低贱的标签。除了卫生和心理因素，唐代的医学观念也给猪肉判了死刑。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，在他的医学巨著《备急千金药方》里，对猪肉有着非常明确的贬低。书中记载，猪肉久食，令人少子精，发宿病。也就是说，唐代的医生普遍认为猪肉是有危毒的，吃多了会导致不孕不育，还会引发身体里的旧病和暗疾。在古人缺乏科学病理学认知的时代，权威医学著作的这种论断直接就断绝了猪肉登上大雅之堂的可能。所以在唐朝吃猪肉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底层农民，是城市里的苦力、贩夫走卒。因为猪肉便宜，容易获取，对于常年见不到荤腥的底层老百姓来说，能有一口油脂下肚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。谁还在乎它是怎么长大的？谁还管它是不是发宿病？阶级的鸿沟就在这一口肉上被划得泾渭分明。那么，既然不吃猪肉，唐朝的贵族和有钱人吃什么呢？答案是羊肉。唐朝人对羊肉的狂热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可以说，在整个唐朝300多年的历史里，羊肉就是肉类世界里绝对的王者。这背后的原因，其实隐藏着大唐帝国深刻的政治基因。我们需要追溯一下唐朝统治阶级的血统和文化来源。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，并非纯粹的传统中原农耕文明的产物。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、北周，一直到隋唐，关陇集团长期与北方的游牧民族鲜卑族杂居通婚。
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，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，妻子长孙氏都带有深厚的鲜卑背景。游牧民族的传统饮食是什么？当然是逐水草而居的牛羊。羊吃的是百草，饮的是清泉，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上，这和在泥潭里打滚的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伴随着关陇集团夺取天下，建立大唐，这种带有浓厚游牧色彩的饮食习惯，也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文化输出，强力地植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。皇帝爱吃羊，贵族爱吃羊，上行下效，羊肉自然就成了高贵、正统、品味的象征。当我们翻开唐代的历史文献，你会发现羊肉几乎霸占了所有高端宴席的菜单。唐代有一种非常著名的宴席，叫做烧尾宴。这是唐朝的大臣在升官之后，为了向皇帝谢恩或者招待同僚而举办的极其奢华的宴席。根据幸存下来的烧尾宴食单记载，这简直就是一场羊肉的盛宴。比如里面有一道菜叫通花软牛肠，虽然名字里有牛肠，但里面灌的是羊肉末。还有光明虾制，是用活虾和羊肉一起烤制。还有各种诸如羊皮花丝、雪婴儿等极其考究的菜肴。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。唐朝人为了吃羊，把烹饪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。唐朝有一道堪称中国古代料理界泥石流级别的硬菜，也是当时顶级奢华的象征，叫做浑羊墨糊。这道菜的做法是怎样的呢？首先准备一只鹅，杀好洗净，然后在鹅的肚子里塞满肉和糯米，用各种珍贵的香料调味。接着最疯狂的一步来了，厨师会准备一只活羊，杀羊褪毛，把内脏全部掏空，然后把那只已经塞满了糯米和肉的鹅整个塞进羊的肚子里。最后把这只缝合好的羊架在火上烤，烤熟之后剥去烤焦的羊肉，把里面的鹅取出来。你以为他们要吃鹅吗？不是的，他们连鹅都不吃，而是剥开鹅的肚子，去吃鹅肚子里吸收了羊肉和鹅肉双重精华的那些糯米和肉馅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，但这恰恰就是大唐贵族阶层想要表达的。在那个时代，通过这种极其繁琐、极度浪费的烹饪方式，他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厨艺，更是自己雄厚的财力、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，以及对底层食物链的蔑视。这是一种饮食上的阶级狂欢。除了这种极端的奢华料理，羊肉在唐朝的日常街头饮食中也占据着统治地位。如果你漫步在唐代的长安城，你会发现满街都是一种叫胡食的异域美食。唐朝是一个极其开放包容的时代，大量的粟特人、波斯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。他们不仅带来了香料、珠宝，也带来了他们的饮食文化。当时长安最流行的小吃叫糊饼，这其实类似于今天新疆的烤馕，或者是夹肉的烧饼。大诗人白居易不仅爱吃糊饼，还会自己做。他曾写诗提到胡麻饼样学京都，面脆油香新出炉。而在这些糊饼里，最受欢迎的夹心就是烤羊肉或者炒羊肉。想象一下，一张刚出炉的沾满芝麻的酥脆大饼，切开后加入滋滋冒油，撒着西域胡椒和孜然的烤羊肉，这就是大唐长安城里的顶级快餐，从皇帝到平民无人不爱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除了羊肉和猪肉，唐朝人吃牛肉吗？毕竟牛肉在今天也是高级肉类的代表。这又是一个关于皇权与法律的有趣话题。在唐代，吃牛肉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，搞不好是要掉脑袋或者流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以农耕为本的古代帝国，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是国家的战略物资。牛就是那个时代的拖拉机。唐朝的法律《唐律疏议》有着极其严苛的规定，严禁私自宰杀牛马，哪怕这头牛是你自己家养的，你也绝对不能杀。如果牛老了或者病死了，你必须先向官府报告，经过官员的检验，确认确实是自然死亡，并且要把牛角和牛皮上交国家作为军用物资之后，你才能把剩下的牛肉吃掉或者卖掉。如果你敢偷偷杀一头健康的壮牛来吃，等待你的将是极其严厉的刑罚，甚至会被判处徒刑1年半。
所以在唐代的正规场合和公开菜单上，你几乎看不到牛肉的影子。当然，正因为法律严禁，加上牛肉本身美味，私下里偷偷宰牛吃肉的地下黑市依然存在。有些豪强恶霸或者游侠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桀骜不驯，常常会躲在荒郊野外偷偷杀牛吃肉。但这绝不是主流，普通老百姓如果敢这么干，一旦被邻居举报，那就是家破人寰的下场。除了牛不能随便吃，大唐的餐桌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政治禁忌，那就是鲤鱼。唐朝皇帝姓李，而鲤鱼的鲤字和李唐皇室的李字同音，这在古代叫做避讳。为了维护皇权的绝对神圣，唐朝的皇帝曾下令，全国上下严禁捕捞、贩卖和食用鲤鱼。如果在江河里不小心网到了鲤鱼，必须立刻放生。如果有人敢把鲤鱼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被抓到了要打60大板。这条奇葩的法律在唐朝执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，这就导致了唐朝人虽然也吃鱼，但只能吃一些鲈鱼、鲫鱼等其他品种，曾经作为传统美味的鲤鱼，在唐朝的餐桌上被迫消失了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，在古代封建社会，皇帝的意志是如何强势地干预到普通老百姓的一日三餐之中的。聊完了这些，让我们再把视线从长安城的高档酒楼拉回到广袤的唐代乡村。我们刚才说的烤全羊、浑羊模糊，那些都是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的日常。对于占了唐朝人口 90% 以上的普通农民来说，他们的餐桌是极其贫乏的。唐朝底层百姓的主食主要是粟米和麦子，他们平时吃的菜多是一种叫做葵的植物，也就是冬苋菜或者是各种葱、韭、蒜。至于肉类，可能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次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如果能割上几斤被贵族们鄙视的猪肉，回家炖一锅，或者杀一只自家养的老母鸡，那对于全家人来说就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改善生活了。这就是真实的唐朝饮食图景，折射出的是一条深深的阶级鸿沟。上层社会用羊肉、香料和极其繁复的烹饪手法，构建了一堵高高的文化壁垒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。而底层人民则在泥土和汗水中，用最廉价的食材，努力维持着生命的繁衍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唐朝灭亡后，中国进入了宋朝。宋朝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朝代，宋朝的皇帝和贵族依然保留着吃羊肉的传统。宋代皇宫里的御膳房每年要消耗掉数以万计的羊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尤其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城市人口的爆炸，一种新的饮食文化开始在民间酝酿。真正把猪肉从鄙视链的底端解救出来的是北宋的一位大文豪苏轼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苏东坡。他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，发现当地的猪肉极其便宜，因为富家不肯吃，贫家不解煮。于是这位伟大的乐天派吃货发明了用微火慢炖、加入酱油和酒的烹饪方法，创造出了流芳百世的东坡肉。从那以后，猪肉才逐渐迎来了它的逆袭之路，慢慢地走上了中国人的主流餐桌，最终在明清时期彻底取代了羊肉，成为了中国人肉食摄入绝对的主力。当我们今天坐在餐桌前，夹起一块肥而不腻的红烧肉，或者在深夜的街头撸着羊肉串的时候，我们或许很少会想到，在这些稀松平常的食物背后，曾经隐藏着那么多关于王朝兴衰、阶级隔阂与权力更迭的历史密码。大唐的餐桌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，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。它照出了皇权的高高在上，照出了贵族的纸醉金迷，也照出了底层的辛酸无奈。食物的背后永远是人的故事，是文明的演进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大唐饮食的历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。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